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执政达40余年的东欧6个共产党全部垮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唐明哥。今天是3月13号。东欧剧变后，23个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只留下了5个：中国、越南、古巴、老挝、朝鲜。东欧剧变这个称呼在台湾被叫做东欧民主化，在捷克斯洛伐克叫做天鹅绒革命，形容如天鹅绒一样的丝滑。在匈牙利是体制转型，在东德是柏林墙倒塌为标志的和平革命，在俄罗斯一般称为共产主义垮台或者1989年革命，唯独在中国叫做东欧剧变。很明显，剧变2个字它就暗含了贬义，也没有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内容作为一个基本的概括，远远不如大家通用的共产主义垮台或者1989年革命让人能够对历史事件一目了然。这也是中国特色，只要涉及政治相关的，基本上是越晦涩难懂越好。东欧剧变的原因也很简单，计划经济体制僵化，经济困难，物资短缺，排队购物成了苏联人民最主要的生活内容。一个家庭经常需要轮流换人去排队，相关的苏联笑话也是经久不绝。比如戈尔巴乔夫颁布限酒令后，想要买到酒只能到指定销售处排长队购买。一个莫斯科人排队排烦了，就嚷道：“我要到克里姆林宫把戈尔巴乔夫干掉。”然后他转身离去。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，旁边人问他：“已经干掉了吗？”回答：“干什么干啊？那里排的队比这里还长。”苏联笑话的背后是真实的历史。政治上高压腐败，官僚作风盛行，所以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垮台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在中国，东欧剧变的原因除了苏共脱离群众、经济体制僵化、领导人错误决策、意识形态松懈，更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和平演变，即有外部势力来捣乱。1990年，我们录制了《没有硝烟的战争》，介绍了发生在东欧国家的政治动荡，并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及手段进行了系统的揭露。所以后面文化、社会、经济的国际交流，不利于当局的人权记录，然后对西方生活的传播，都能被扣上和平演变的帽子。和平演变，我想更多的它是传播真相，它传播一种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，然后给人民去自由的空间，让他们能够选择。但基本情况是，一旦人民充分的了解事实和真相之后，他们做出怎样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。所以东欧剧变可能给剩下的几个社会主义政权最大的教训就是，公平的意识形态竞争是不可能取胜的，打击新闻和言论自由就是必须的选择。记者无国界组织 RSF 是一个独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，致力于维护和推动全球新闻自由，保护记者和媒体从业人员的安全，对抗媒体审查和压制。在 RSF 202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的报告里，挪威连续8年排名新闻自由第1，丹麦第2，美国下降了10位到世界第55位，台湾排名世界第27位。新闻自由指数也是个非常有趣的榜单，基本上新闻自由度高的国家没有穷国，而新闻自由度最低的国家也基本上没有富国。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，只有这个国家它的政治制度足够的多元包容，它才能容忍新闻自由。而新闻自由呢，它又促进了信息的透明度，增强了人民对政府的问责，也有利于营造经济增长的环境。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、拉脱维亚和立陶宛更是直观的事例。在被苏联统治时期，他们是最不新闻自由的共产主义国家。独立之后，他们就迅速建立了前苏联国家里面最完善的民主制度，也取得了非常高的经济发展水平。而现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呢，中国排名第172，越南排名第174，朝鲜177。但是总共放到新闻自由这个榜单里面的国家，
只有180个，也就是说他们基本上都是倒数前10。古巴第168位，老挝第153位。基本上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新闻不自由的国家。你或许会吃惊，怎么有国家比朝鲜还低？主要是去年有3个国家在打仗，没办法做基本的新闻采集。另一份报告是自由之家在今年2月26号刚发布的全球自由度报告。这个自由度报告具体的评估标准有言论自由、宗教自由、集会自由和个人权利保护，人们是否能参加自由投票，是否有公平的选举，是否能参加政治活动等。全球自由度榜单里面，芬兰最高100分，挪威、瑞典、新西兰都是99分，日本96分是亚洲第一，台湾94分，亚洲第二，韩国81分，美国83分。全球自由度排名也基本上和新闻自由指数有类似的规律。就总体来看的话，自由度最高的那一批基本上都是发达国家，而最低的那一批都是专制的穷国家。5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被归类到不自由国家。中国具体得分是9分，但是总分是100分，朝鲜3分。中国有句老话叫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另外的我们几个社会主义兄弟现状怎么样。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，也是越南的小弟，人口758万人，人均 GDP 约为2000美元，属于低收入国家，经济上也主要依赖于农业、林业和资源类产业。1975年，社会主义组织巴特辽推翻君主制专制，老挝人民共和国建立了。然后他们立即开始了共产主义改造，将企业收归国有，推行农业集体化，并在城市和乡村建立委员会，掌控政权，取缔民营刊物，动用军队和警察进行政治清洗和抓捕。老挝在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初就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口外逃，超过总人口的 10% 就逃出了社会主义老挝。1998年，老挝军方的数据，被关押在集中营的政治犯总数大概是1万至 1.5 万，但是呢，这国家总人口也就几百万人。人权也一直是老挝政府和西方争论的议题之一。老挝当局曾表示，国家安全、公共秩序、社会道德的地位要高于人权。这一套话术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，把2个不相干的概念故意对立起来，什么发展权大于人权。但事实上呢，人权和发展权，人权和国家安全根本上不存在冲突关系，甚至只有保障好了人权，这个社会国家才能有好的发展。古巴是加勒比地区面积最大和人口第2多的岛屿，人口约为1121万。古巴这个名字源自于泰诺语，意为肥沃之地，拥有温暖的热带气候、晶莹剔透的海水和细腻的白沙滩。1959年，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，在随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不断地通过巩固自己的权力，建立了高度集中的一党制的政治体制，使自己实际上成为了国家的终身领导人，一直到2008年正式退休。卡斯特罗掌权49年，然后上任的就是他亲弟弟劳尔·卡斯特罗，接着干。但是他弟弟上任之后，立马就开始推动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改革，规定领导人最多任期为10年，可以说和习近平擦身而过，方向相反。2021年，劳尔·卡斯特罗退休，也宣告了古巴超过60年的卡斯特罗时代的结束。古巴值得一提的还有他们的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，但是呢，古巴很多当地人的月薪只有35美元。现在古巴也在经历的通货膨胀的困扰，年通货膨胀率超过 24%。 从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开始，古巴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支持，能源进口率也下降，然后他们的发电设备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，一直饱受停电的困扰。去年10月份，古巴还发生了全国大规模的停电，记录创历史新高，连续停电时间长达5天，影响超过1000万人。美国对古巴的制裁也是全世界最长久的经济封锁，源于1960年卡斯特罗建立政权之初就没收了20亿美元的美国资产，
并且后面古巴与苏联结盟，然后也导致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，更加加深了与美国的对立。古巴经济困难也给了政府归罪于美国的借口。另一个兄弟国家朝鲜，基本上一说到这个国家，现在都是从山东来，爱吃广东菜，全是太阳和恩情。朝鲜餐厅里面永远播放着领袖的讲话和政府宣传片，书店、图书馆书籍都被精心的筛选，每一页都要经过审核，确保不会出现宣传西方生活方式的内容。朝鲜只有 5% 的人能够上网，而且这个网还是朝鲜局域网，名字叫光明网。外国人去朝鲜也一定会被跟踪，被禁止乱拍照片，出境之后还要检查相机、手机。在其他的几个兄弟国家相比，朝鲜已经是一种终极状态，它已经远远偏离了所谓的社会主义，甚至它的宪法里也删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。可以说，朝鲜已经算封建专制的金家王朝。作为局外人，我们能清楚的知道，朝鲜它严格的内容审查，它严格的言论管理，是为了进行意识形态洗脑，为了骗朝鲜人民。但是呢，放在中国就有很多人不清楚了。越南是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前景最好的，人口超过1亿，并且很年轻。而且越南加入了 CPTPP， 受益于中美竞争，英伟达也落户越南。去年越南的 GDP 增速 7%， 今年目标是 8%。越南还在今年的2月18号正式通过政府组织法修正案，启动了数十年以来最大的越南政府瘦身行动，并且取消5个部委，关闭多家国营媒体。越南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它和其他的几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相比，它是真正的实施集体领导，它权力由党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政府总理和国会主席4个人共同分享，被称为4柱。但是越南良好势头的背后也是有一定的阴影。去年12月25号，越南政府实施了147号法令，要求所有在越南运营的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对用户进行身份验证，储存用户数据，并在政府要求的时候提供相关信息，基本上和中国10多年前干的事情一模一样。那么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，假设越南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，20年后，假设越南能够成为亚洲的另一个发达国家，那么我们想问，越南的经济成功是不是主要归因于越共的领导？现在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点是，政治空间被严重压缩，只允许单一的官方的意识形态存在，不同的声音被视为异端或者威胁。国家通过媒体管控、思想教育、政治审查，确保只能符合官方叙述的观点才能公开的表达。如果我们真的有制度自信，那为什么不能放开言论的控制，让民众自己去选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呢？我要挡住自己的脸，墙内的每个人都要随时可能被删帖封号，甚至被寻衅滋事，人人寒蝉若惊。我们站在常识上思考，这种社会能够称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吗？现在很多中国人谈自由色变，自由在中国也是长期被污名化的词汇，但真正的自由，它是法律之下的自由，个人的自由应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界限。胡适先生有句名言，争取个人自由即争取国家的自由。我是唐明哥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